这样子的。哦，哦哟 ，OK， 他说了。Yeah，OK，Thank you。这可能是你会看到的我回到温哥华之后的第一支影片哦。那好久没跟大家聊聊了。那果然有差不多一个月了，但是呢，刚好呢，因为在台湾拍了很多的片子嘛，到现在还在剪接嘞啊。你现在所看到的可能都还是我当时在台湾已经剪好放上去，还在剪这个台湾拍的那些影片啊，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啊。那么，所以大家拭目以待了。回到温哥华，差不多1个月，刚好遇到一场小雪了啊，下了雪。那么再加上天气冷啊，然后调时差了，所以呢，我一直不想出门啊，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出来拍这支影片啊，那也是趁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这是回台湾的心得，尤其是美食方面真是非常的丰盛。回台湾一趟也失去了很多除了体重增加之外呢，其他东西，好的睡眠习惯、好的生活习惯都失去了。几个月不见在图书馆附近的这个大楼都盖好了，这是一个新的 building 3个月前呢，事实上它还在 construction， 现在看起来好像全部都盖好了，真的是发展的太快了。Hello， 现在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泡豪。那么，哇，来看看好久不见的加拿大雁了来，大家可以看到又回到这个我常常在运动的这个公园看到今天在这边下了一点小雪，看到镜头上面鸭子、鸳鸯大，但是这个人工湖上面的水是结冻的，透过这个湖透过那个雪这个桥的上升到这个东西或者是分桥成雪的这个景色但是还是蛮漂亮的是鸭子在这个冰上溜冰应该是大众推广在玩的吧。那么这次回台湾呢，差不多3个月之久了。那么收获非常良多但是也有失去的一些东西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为什么失去了一些东西。看到大家一直往来几乎看得很痛心当然是台湾的美食一定是这个最大的原因回到台湾去满地美食你真的是没办法这个拒绝还是让大家看看哇，你看这个倒影之下，这个雪上面的倒影多么漂亮。所以有台湾的美，有温哥华的美，
太多东西好看的，美景太多了，那你就会失去一个很规律的生活。在这边一个礼拜至少会走2-3天的快走啊。那么，但是呢，在台湾你就少掉这个规律的这个快走的这种习惯，消耗的卡路里啊，这个各方面热量的消耗跟脂肪的消耗，还有血糖的消耗就少了嘛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失去的东西，就是一个规律的运动。那有人说啊，我看你视频里面，你常常去走啊，走很远啊，骑脚踏车骑很远啊，爬山啊，那么而且你逛这个夜市啊，其实走的路也很多啊，可能一天也超过1万步甚至2万步啊。爬山跟这项运动呢，它消耗的真的是 continuous 消耗你的这个脂肪卡路里。持续1个钟头以上，那真的是会把你的身上一些多余的东西消耗掉。那散步呢，这个 pace 比较慢，然后呢，它就不是一个怎么讲，让你的身体有一点点负担的一个运动，那它消耗的卡路里的脂肪量就没那么大了，那当然就会累积在身上喽。所以啊。大家看我在台湾的视频，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视频没剪出来了哈，大部分看到的是夜市啦、逛吃啦，或者是爬山啦、骑脚踏车，还有一些美食的节目哈。那么，其实我在台湾也做了一些 cooking 的这个视频，但是很少，然后不像在温哥华这边常常做哈。那也没有机会做野炊啊，因为野炊准备起来更麻烦，所以我们就少掉这方面的视频。所以这也是我第2个失去的地方，就是失去了一些自我料理的这种能力啊，还有机会但是呢，我还是尽量去找机会做了啊，但是少了很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OK， 大师们。Thank you。非常滑，所以走路比较小心。我看来不小心摔了一跤。OK， 还好，没什么大碍了啊。有时候大家这个天气走路还是要小心。好了，那我就还是专心的快走一。我们运动完了，在这里哈。再看一下这整个运动公园，他们正在清理的，因为还是有一些结冰哈。那尤其刚刚在跑道上面一些结冰哈，真的蛮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运动完休息。我第1天出来运动啊，就因为这个冰摔了一跤。所以这是提醒各位很多在亚洲的朋友们他们很羡慕哇，下雪了满地白雪但是如果在这种天气下出门，要有外出散步或者是运动都要很小心因为地上有很多那种结的冰都还没有融化，那些踩在上面是非常滑的，不管你用多好的这个 hiking shoes 或者是钉鞋啦，都没有用。有趣的话，你一定要有外层的准备不要只是好玩安全最重要，尤其是你如果开车在highway上面会有冰的存在，那这时候开车就要特别的小心，有时候真的会一打滑，根本怎么刹车都刹不住好，这是提醒大家了坐在这边也蛮悠闲的 library 的前面，很安静。那个地方有水机在上面，这边有消防队。好吧，这个消防车的声音就是我们在。就是刚才讲到自我料理
过还是鼓励大家自己煮，因为自己煮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啊。那接下来我可能也是找机会啊，再来拍一拍野炊介绍一些这个异国的风味给大家看啊。这也是这一点是YouTube的内容的创作，就是靠我们的创意来选择啊。我这次回台湾发现说，哇，台湾太容易找题材，因为有太多的跟我们生活生命相关的题材可以选择。那也朋友也多，亲人也多，那很多故事性的东西也很多。我出版之后就会有故事，然后不管是爬山骑户外或者是到一家老店去吃个东西的一种甚至跟这个我们讲不来很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了一些在这边的影片，我还没有亲自出来，甚至包括在台湾的影片，我都是大家。第一个就是好像突然脑袋空空不晓得去哪里找题材，新的题材或者新的故事，或类似第三意识去创意的工作动力。那么这个就需要大家做一个注意了，不要忘了按赞、分享，然后订阅、小铃铛，因为你们的鼓励都是我继续推动的一种让我们需要的推动。做故事，就是配音，但是我当然都不完美，还在学习当中。但是就是我如果说太多了，所以就是需要新的一个创始，来从大家继续重要的。谢谢了，那就先谢谢各位的关注吧。台湾是小而美它每一个景点都非常的不是那么大，但是非常的美。然后跑进去呢，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看到好多小而美的景点。那这个很大一个像我自媒体或者是很多过程中，第一就是去用一天可以摄取到非常多这个艺人的景点。那回到这个北美之后呢？虽然每个地方也都非常美，就像今天我拍给你的，哇，这雪地啊，非常的美。但是你一天大概也只能就是拍这样子一个15分钟、30分钟的影片。你在拍摄的时候的这些看了台湾的美景之后，有时候你就要来介绍这些北美的景点，是非常的特别。我们真的有时候很难介绍，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挑战性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去了台湾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多样化，太多文化性。那么，不管是美食啊，尤其是人情味啊，各方面又这么的浓厚，你有时候回到一个地方好像反差太大了你反而适应不良。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调试的但是 anyway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台湾回来之后呢。的一些状况那我还是会再去的啦因为实在太多东西拍不完，也希望把这个台湾很漂亮的地方介绍给大家，还有全世界如果各地有漂亮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去介绍给大家。那现在海客的朋友们，大家下次见喽，拜拜，谢谢。